泰军越炸越狠，特朗普劝和失败，国际社会集体沉默。柬埔寨这次几乎没有任何胜算，吃不住的洪森父子求饶式的停火呼吁，可不仅不见成效，反而让泰国军队再上强度。F-16战斗机拉出来了，155毫米榴弹炮架上了，坦克开进边境了，海陆空三军精锐全都派上场了。泰国这架势是铁了心的要把柬埔寨的军事能力给打废。于是我们看到几天时间，柬埔寨的边防总部被捣毁，至少6座电炸园区被炸翻，泰柬战争全面扩大化。特朗普的劝和更是一点用都没有，人泰国总理一点账都没买，还强调泰国不需要听任何人的停火命令。那么泰国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坚决？泰柬这2个兄弟之国好端端的怎么就动刀动枪了？答案很简单，也很荒诞，因为两边的政客都需要这场战争。战争从来都不是目的，而是政治的延续。如果你仔细看这场冲突的时间节点，就会发现一件特别微妙的事。泰国总理阿努挺在开战前几天刚刚宣布解散国会，要提前大选，然后这时候泰柬边境就突然打起来了。你说巧不巧？咱们先说泰国这边，阿努挺这个人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在泰国政坛他可是个狠角色。他领导的泰自豪党原本只是个中型政党，但问题在于阿努挺领导的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联合政府，7、8个党派凑在一起，每天都在扯皮，根基飘摇。他手上的牌本来就不多，这2年又接连出事，比如前段时间泰国南部发大水，结果政府应对的一塌糊涂，老百姓骂声一片。一直伺机而动的反对党抓住机会，准备在国会发起不信任动议，要把阿努挺赶下台。这种时候怎么办？如果是你，家里一团糟，老婆孩子都在埋怨你，邻居还准备联名投诉你，你会怎么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外面惹点事，转移注意力。这招在政治上有个专业术语叫外部冲突转移内部矛盾，说白了就是家里吵架吵不赢了，出去找个架打，让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阿努挺就是这么干的，他突然宣布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大选。紧接着泰柬边境的军事冲突就升级了，泰国军方开始在边境线上调兵遣将，摆出一副要跟柬埔寨硬刚到底的架势。泰国的主流媒体立刻跟进，开始铺天盖地的报道柬埔寨侵略，民族主义的情绪瞬间就被点燃了。阿努挺这个时候就站出来了，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在电视镜头前义正言辞地说，泰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国家。这是标准的强人形象塑造，在选举前夕，这种形象是最吃香的。保守派选民喜欢强硬的领导人，而民族主义者需要一个能带领他们反击侵略的旗手。阿努挺的盘算其实很简单，只要我在边境问题上表现得够强硬，那些原本对我不满的选民就会因为民族主义情绪而支持我。但这场政治豪赌似乎赌错了。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阿努挺的支持率不仅没涨，反而还跌了几个百分点。这说明什么？说明泰国老百姓心里门儿清。你在国内治理上一塌糊涂，水灾都处理不好，现在突然跑去打仗，谁信你是为了国家？大家都看得出来，你这是在拿国家安全当你的选举道具。咱们再说说柬埔寨这边的故事就更有意思了。洪森这个名字在东南亚政坛那可是如雷贯耳，这位老兄从1985年开始当首相，一直干到2023年，执政38年。2023年，洪森把首相的位子传给了儿子洪马奈，这个操作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说这赤裸裸的家族世袭是威权统治的延续，但洪森自己倒是说得很清楚，我退休了，把国家交给年轻人。退休谁信啊？洪森虽然不当首相了，但他当上了参议院主席，在柬埔寨的政治体系里，参议院主席的权力可不小。更重要的是，洪森在军队里的影响力根深蒂固，他的人遍布各个关键部门。洪马奈虽然名义上是首相，但真正说了算的还是他老爸。这就给洪马奈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他需要证明自己。洪马奈有西点军校的学历，履历看起来很光鲜，但在很多柬埔寨老百姓眼里，他就是个靠老爸上位的正二代。要想真正赢得民心，真正掌握权力，洪马奈必须做出点成绩来。而在柬埔寨，什么成绩最容易赢得民众支持？捍卫国家主权。柬埔寨和泰国之间有着长期的领土纠纷，这个纠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两国边境有一座叫做博威夏寺的古庙，双方都说是自己的。这个庙的归属问题在柬埔寨民间那是国家主权与文明尊严的象征，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退让，谁就是卖国贼。所以当泰国在边境线上有动作的时候，洪马奈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说柬埔寨绝不会在主权问题上退让半步。随后柬埔寨的民族主义情绪瞬间被点燃了。这套操作下来，洪马奈的形象立刻就立起来了，他不再是那个靠老爸上位的正二代，而是一个敢于捍卫国家主权的强硬领导人。但是背后洪森的影子无处不在。有消息说，这次边境冲突的升级很大程度上是洪森在背后推动的，他要借这个机会帮儿子树立威信，同时也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因为柬埔寨的经济其实很不好，这些年柬埔寨虽然 GDP 增长不错，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明显改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腐败问题也愈发严重。
这种时候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外部敌人。当国内民众把注意力都放在保卫国家上时，就没人去关心柬埔寨政府的腐败和经济政策的失败了。洪森父子的这套组合拳打得确实漂亮，但问题在于，这种靠外部冲突来巩固国内权力的做法是有代价的。边境冲突一旦失控，可能演变成全面战争，到那时候谁都受不了场。这场泰柬冲突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那就是特朗普。万岁爷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到处当和事佬，不过是手里拎着大棒的和事佬。今年7月时，泰国和柬埔寨就打过一次，当时打得也挺激烈，特朗普一个电话就打过去了，跟两边说你们再打我就给你们加关税。泰国和柬埔寨的经济都严重依赖出口，特别是对美国的出口。一听特朗普要加关税，两边立刻就怂了，乖乖坐下来谈判，很快就签了停火协议。这次冲突再起，特朗普又跳出来了，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我将再次致电泰国和柬埔寨领导人，让他们停止这场毫无意义的冲突。标准的特朗普式自信，但这次情况有点不一样了。泰国总理阿努廷公开表示，泰国要的是捍卫主权和保护民众，不需要听任何人的停火命令。这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明确，特朗普你别插手。为什么阿努廷这次敢顶撞特朗普？因为他需要这场冲突继续下去。如果现在就停火，他在国内塑造的强人形象就崩了，选举就没戏了。所以哪怕特朗普拿关税威胁，他也得硬着头皮扛着。但美国想要介入，手段可多了去了。关税只是最表面的一招，美国还有一整套组合拳。首先是外交施压，美国国务卿可以亲自飞过去搞穿梭外交，或者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提出决议，给双方施加国际压力。别小看这种软性手段，对于泰柬这种在国际上需要美国支持的国家来说，外交压力是很管用的。其次是经济手段，美国每年给泰国和柬埔寨的发展援助不少，这些钱完全可以和停火挂钩，你不停火，援助就停。另外，美国还可以对参与冲突的官员和军官实施个人制裁，冻结他们的在美资产，禁止他们入境。这招对那些在美国有投资、有房产、孩子在美国读书的东南亚权贵来说，杀伤力巨大。第三是情报战和舆论战。美国的情报能力大家都知道，卫星、无人机、信号侦听，什么手段都有。美国完全可以把冲突的真实情况披露出来，告诉国际社会到底是谁先开了枪，谁在说谎。一旦某一方在国际上被证明是侵略者，国际压力会让他们很难受。说到底，泰柬这场冲突到底会怎么发展？短期内双方达成持久停火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双方的核心诉求根本对不上。泰国坚持先撤军再谈判，意思是你柬埔寨得先从争议地区撤出来，然后再坐下来谈。柬埔寨则坚持立即停火，意思是咱们先别打了，边界现状先维持，然后慢慢谈。这两个立场南辕北辙。泰国要是接受立即停火，就等于默认了柬埔寨对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这在国内政治上完全说不过去，阿努廷的强人形象就崩了。而柬埔寨要是先撤军，那就等于在主权问题上退让了，红马奈在国内也没法交代。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双方一边打仗一边谈判，谈判谈不拢继续打，打一段时间国际压力大了再停下来谈，谈不拢接着打，这就是我说的打打停停模式。这种模式在国际冲突中很常见，两国关系和领土争端这种事儿短期内根本解决不了，双方领导人都在利用这个冲突为自己的国内政治服务，谁都不想真的彻底解决，因为彻底解决了，这张牌就没法再打了。中期来看，这场冲突很可能会周期性的反复，每当国内有政治需要的时候，边境上就会突然紧张起来，等风头过去了，就又暂时缓和一下。泰国明年要大选，选举前后肯定会有一波。柬埔寨那边，洪马奈也需要不断通过这种方式巩固权威。只要两边觉得民族主义这张牌还好用，只要国内矛盾还需要转移，这场冲突就不会真正结束。长期来看，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是两国真正坐下来，通过谈判解决根本性的边界划分问题，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但这需要有两个前提。第一，两国都有真心想解决问题的领导人。第二，国际社会提供足够的支持和保障。这两个前提现在都不具备。阿努廷需要这场冲突来保住权力，洪马奈需要这场冲突来证明自己，这就是当代国际政治的荒诞之处。两国老百姓谁都不想打仗，谁都希望和平，但两国领导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断地把国家推向战争边缘。那些被迫逃离家园的平民，他们不过是政治家权力游戏中的棋子。1938年，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的时候，挥舞着那张纸说他为欧洲带来了和平。1年后，二战爆发，那些政治家签署的和平协议，在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面前，不过是一张废纸。一晃80多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好像什么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科技进步了，武器更先进了，但人性没变，政治的逻辑也没变。当权力和利益成为第一位的考量时，和平永远都是第二位的选择。那些坐在空调房里运筹帷幄的权贵们，依然在盘算着如何利用下一次冲突，为自己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日本和韩国还是发达国家吗？为什么这两个曾经的亚洲优等生日子好像过得越来越艰难？日本吃不起大米，韩国吃不起肉，就连吃西瓜不吃皮都要被批评是浪费。
日本有失落的30年，韩国经济起起伏伏的也没好到哪儿去。过去30年，这哥俩跟美国关系处的堪称情同父子，可结果我们也都看到了，背靠老美这么久，非但没获得可以持续下去的红利，反而促成了现在困境的根源。有句话说得好，日韩发达靠吸美国的血，美国发达靠吸日韩和全世界的血。那么，给美国当了几十年小弟，正在沦为牺牲品的日韩，还有出路吗？有一个一直以来都被无数人忽略的事实，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奇迹并不是他们本身就有多优秀多努力，更不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他们的腾飞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依附发展，说白了就是纯被美国靠外力拉起来的。二战之后，日本和韩国都在废墟里挣扎，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需要在亚洲有个后勤和产业支撑点，看了一圈就日本最合适，于是大批的军工订单、基础设施投资、技术转让都一股脑的朝日本砸了过来，结果硬是把日本濒临破产的重工业和汽车产业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日本经济也就此起飞。同样，韩国当时也穷得不行，普通民众的日子还不如泰国和缅甸，全靠美国援助维持运转。1965年，在美国的撮合下，韩国和日本恢复了正常邦交，也拿到了大笔资金和市场。更重要的是，韩国得以进入日本的技术圈子。韩国的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型工业项目虎象钢铁公司，就是在日本的技术帮助下建成的。有了这一步，韩国才有机会从生产服装、玩具这些轻工业产品，之后再慢慢转向搞汽车、造船等更高端的、具备全球竞争性的工业领域。所以日韩能腾飞，根本原因并不是自己有多优秀，而是美国为了冷战需要，为了利益最大化，才特意扶持起来他们当马前卒。美国想让他们富，他们才能富。反之，要是美国转身不想管了，或者觉得碍事了，他们立马就能被打回原形。可以说，日韩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国家主权和战略自主为代价换来的。美国护他们安全，给他们市场、技术、资金，他们就必须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对美国唯命是从。表面上看似共赢，其实是在出卖主权的同时，还要支付天价保护费。冷战时期，这种模式很有效，美国需要在亚洲有稳定的盟友，日韩经济越好越强，美国对抗苏联、遏制中国就越有底气。所以当时的美国鼓励他们发展工业，帮他们在全球市场上攻城略地，夺取市场份额。可以说，日韩的整个内部经济结构都是为了适应外部全球化环境而进行的最优化设计。但请注意，这一切都有个前提，美国需要。一旦美国不再需要，或者说与美国利益相悖，阻碍美国吸血了，那这个游戏的规则就要单方面调整了。过去几十年，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最积极的推动者。全球市场开放、产业链自由流动、技术随意转让，这些都是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日韩在这个体系里优化产业结构，拼出口、拼效率，跟着美国能吃香喝辣的。但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时代变了。面对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危机感。在美国看来，自己苦心经营的全球化不仅养肥了竞争对手，还让本国的社会撕裂更加严重。这想法简直是谬论，在老美眼中，有错的仿若都是别人，丝毫不提自己为了利益最大化以及给小弟分配利润，主动去工业化的行为有多么短视。总之，美国开始大肆收缩全球化红利，大搞保护主义，跟美国优先。不管是前总统还是现总统，都有一个共同的思路：大搞补贴、技术封锁、拉帮结派。原来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市场说变就变，美国这么一操作，日韩就尴尬了。前面咱们说过，他俩的经济模式完全是为了全球化量身打造的，而一旦老美把全球化的桌子给掀了，这俩连残羹剩饭都没得捡。最典型的就是有案外包，表面看是把供应链转移到值得信赖的地方，实际上是借口把高附加值产业都搬回美国，小弟们再掏心掏肺也只能是为老美做嫁衣裳。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这些新政策说是要引导制造业回流，其实最倒霉的还是日韩和欧盟。比如电动汽车补贴规定必须在北美生产组装才有资格拿补贴，这种规则对于日韩来说无异于天塌了。美国是他们最大的买家，没有补贴就意味着利润严重下降，辛辛苦苦几十年打下的基础分分钟被政策吃掉。想绑住市场，简单，关关去美国投资建厂，交保护费，甚至还得把核心技术和高薪岗位一块带过去。对于日韩来说，以前跟美国混是铁饭碗，现在碗还是铁的，饭却没了，就快让一锅端了。如果说油车这个半夕阳产业还不是那么要命，那半导体产业的损失就真的是抽筋拔骨之痛了。中美科技战爆发后，美国强行要求日韩站队，不许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和设备，也不许在中国发展精密芯片的制造，妄图搞技术封锁。但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芯片设备市场之一，而且韩国芯片厂在上面的投资项目也不小，美国要求断供和撤出，就等于让三星和 SK 海力士等韩国企业自断一臂。而韩国造芯片的材料又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日本，上游也跟着吃瓜烙。
对此，日韩是左右为难，既得罪了中国，又没法和美国真正捆绑。毕竟傻子都看得出来，美国此举就是为了不择手段，也要让芯片制造回到美国。美国是怎么对盟友的？这些年，全世界都有目共睹。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但做美国的盟友则是致命的。包括日韩在内，美国从来就没把任何国家和组织当成过真正的盟友。美国政策说变就变，永远是自家利益排第一。上世纪80年代，日本车企是怎么委曲求全的？广场协议是怎么签订的？俄乌冲突后，美国是怎么把液化天然气高价卖给欧洲的？今年的对等关税又是怎么阳光普照的？这一桩桩一件件，美国干得理直气壮，盟友们哑巴亏吃的，不敢怒也不敢言，只能说一句：妥妥的周瑜打黄盖，活该。但是话说回来，就算没有美国的背刺，日韩的日子也不好过。日本早已不是那个亚洲第一经济强国，自1989年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进入失去的30年。时至今日，日本经济从未真正走出低增长、工资停滞和通货紧缩压力的阴影。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拼命借钱，导致公共债务占 GDP 比例高达 263%， 位居全球第一。沉重的债务负担几乎耗尽了日本的财政空间，根本无力进行逆全球化时代所必须的大规模产业投资和结构性改革，但这些都不如人口急剧老龄化致命。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国家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发布数据显示，2070年日本人口将从现在的 1.2 亿锐减至8700万，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3367万，占总人口的 40%。人口减少，老龄化问题严重，这意味着劳动力短缺、内需不振、创新能力下降、社会活力萎缩，将从根本上侵蚀经济增长的潜力。如今的日本就是一个大写的恶性循环。韩国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比日本有活力，其实问题更严重。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经济总量已经掉到世界第12位。众所周知，韩国经济高度依赖财阀，这些财阀在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是引擎，但如今却已成为阻碍。他们扼杀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固化社会阶层，又将巨大的经济风险集中于一身。当逆全球化浪潮直接冲击这些以出口为导向的财阀商业模式时，整个韩国经济便如一根绳上的蚂蚱，缺乏足够的韧性和灵活来抵御风险，只能一损俱损。而且韩国还有着一直创新低的生育率，2022年只有 0.78。社会竞争极度内卷，由财阀体系驱动的严重不平等，以及高昂的住房和教育成本，形成了一个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恶化的恶性循环。总之，逆全球化的大潮叠加本身的结构性危机，让日韩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外部靠不住，内部拉不动，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他们既没有条件像中国一样搞自主创新和内循环，也没有能力和美国谈条件，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跟在老美后边，通过牺牲经济主权和产业基础，以换取苟延残喘的空间。说的再直白点，就是可控的衰落，不求起死回生，只求别突然崩盘。但其实早在多年以前，中国曾经给过他们出路。当时中日韩三方产业是垂直互补的关系，中日韩自贸区对三家都有好处，但现在就只剩下水平竞争了。尤其是在汽车、消费电子、半导体和造船业这种关键领域，可以说是有我没他，你死我活。中国反正一直向着高端产业技术领域大踏步迈进，蛋糕就这么大，谁被挤得没饭吃谁知道。日韩今天的困境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那些就要把宝压在别人身上的国家和群体。过去日韩的体制优势和经济成就看似很夺目，但现在回头看就会发现一切都是建立在美国和全球化红利上的泡沫，只是特定地缘环境下的短暂产物，只要格局一变立马崩塌。中国坚持自主创新、技术自立，打造完整产业链，其实就是预判和看清了这个大趋势，哪怕再难也要咬牙突破那些卡脖子的技术，绝不能把命运交到别人手里。时代的潮水已经退去，谁在裸泳一目了然。